全球观众朋友您好，2500多年前，悉达多太子在尼泊尔的蓝毗尼诞生。为了寻求拯救众生苦难的真理，他走出皇宫，成就了觉悟。然而今日走入佛陀的故乡，黄土依旧，贫穷与疾苦却未曾远离。上人心系佛国，不忍见佛陀指民受苦，提出弘法利生的愿心。这不只是一场跨国的物资援助，更是一场报佛恩的行动。今天，让我们跟随志工的脚步，走进蓝毗尼，见证这场翻转命运、法入人心的行愿之旅。尼泊尔佛陀出生的故乡，伫遐呢，真正咱去甲看贫困啊！我真正体会到讲吼，佛陀的时代啦，出皇宫去啦，看到皇宫外面呢，遐尼正贫困的人啦，到皇城外口呢，真侪人。拢倒伫涂骹，有病的也倒伫涂骹，无地大的人也倒伫涂骹。要入去因兜，要入去遐个人的厝吼，都爱弯腰安尼入去哦，入去甲内底呢，迄个厝顶啊，透风落雨，雨会破。风会吹啦，因内底无看到厨啊，食的物件拢吊伫厝顶，用一个铜线，用一个篮，安尼吊伫厝顶啦，篮啊安尼吊咧，食剩的物件啊，就吊伫迄个篮顶咧，内底呢，啥物都无啦。厝顶若漏呢，就去捡塑胶、破布，厝顶厝咧，安尼就是因的厝啦。佛陀出生地应该可以看到说，像很多街上哦，路边都是那个花的绽放哦，人的微笑哈，有那种佛教文化的感觉。但是你走进来，你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哈，就是肮脏、垃圾，那个水沟阻塞，从家里流出来的排水哦，就是整个满村都乱流哈，鸡粪、鸭粪、牛粪、羊粪都是在村里面。上人那时候拍着他的胸膛说：“我不知有生之年能看到慈济在尼泊尔发展吧。”所以上人一直在寻找这个因缘。去回馈佛国，回报佛恩。2500年后，看见的苦是一样的。我会来跟上人讲说，可能他们是认命了，或者是他们的业力。上人说不是的，是因为他们无助，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世界。因为呢，我一直挂心伫迄个所在，尼泊尔迄个所在呢，拢真贫困。我真感恩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菩萨，有医生、有企业家，因听到师父发愿讲我的心愿，就是要安怎样回馈佛陀故乡。那会当有人愿意去，伫迄个所在常住，咱要伫遐甲起诊所，咱要伫遐甲起学校，互资济呢，生根伫迄个所在，咱有缘有力啦，伫迄个所在慢慢甲改变啦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妇女一直坐在树下？我的内心充满了疑惑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日常就是早上醒来赶快开车去上班，
从来没有空闲的时间可以坐在树下，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，因为没有被重视，因为他们的文化习俗，一个婚嫁的一个负担，让他们被遗忘。早上教了，明天再来的时候，也可能要从头开始的，好，因为在他的生活里面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，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要放弃。教不会的话，教10遍不会，那我们教20遍啊。只要他们有能力，女孩子也可以撑起家里的生计。回归佛陀的故乡，要做的事情呢，马来西亚跟新加坡、新马菩萨啦，都这样的承担起来。底下做袂少代志，也行了真远、真长的路，也伫迄个所在，底下教因做啥啦，已经呢。慢慢来为他们传遍了，让长年累月呢，一群妇女，逐天都坐伫破破的厝的外口里吼，无以问苍天呐。但是现在呢，已经人人有事做了，教因吼做手工，现在呢也要做衫啦，一寡吼。学校囡仔的制服吼，也已经开始伫咧做啦。过去囡仔去学校拢是安尼破破烂烂的啊，迄个烫车卡顶顶。即马呢，已经安尼渐吼，咱伫遐哪伫咧做，囡仔呢也慢慢伫咧变啦吼。只要有心有愿啊。要转变呢，这个国家不是有困难，总是大家呢共同用心，想要做就对啦。看到伫尼泊尔，实际呢已经开始踏进在那里，也开始呢真实投入。所以讲吼，只要咱大家人去关心。用爱啦，慢慢呢，也已经呢做出了迄个效果出来了。咱即马伫尼泊尔是拢伫遮，南比尼甲比罗会，在那一边哦，要离开1天，心里都挂着，因为延期在跑着，那里面还有很多东西都要处理，也很感恩本地志工都有发心发愿。先华师傅知影讲恁。很刻苦，很辛苦啦。上文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要看人，看忍嘛，大忍嘛，这不是生生因缘呐，无法成就这样的大事业啊。我们现在呢才开始，而且呢是已经很深入哦，哈，大家听来实在是。非常不简单呐，感恩你哈。有。叫他们去家闹，有时间就一定要跟人分享。有。还有跟上人上的。这是就到大爱村嘛，我们就是走这一条才对啊。说这个树旁边呐，就是开一条路。现在的主宰人伫尼泊尔，咱开始咧甲建设大爱村。大爱村是要互啥人住？当然啦，无家可归啦。向来呢，因当地叫做贱民啦，因为佛陀的时代啦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呢。都有这种阶级分别，迄个阶级呢，贵族就是贵族，做生意的就是做生意的，迄种吼，迄个阶级分真清楚。也若是吼，一直啦，都是伫社会无地位啦、贫穷困难的人啦，等等呢，称为贱民啦。
贫困的人啦，真多啦，都是拢善车人。咱即马伫遐建设大爱村，咱要伫遐互伊完整起来。上人就觉得说，2500年前是这样的生活，2500年后依然是这样的生活。那我们要如何翻转他们的生活？我们要为他们盖大爱村。为了让村民更容易可以接受我们慈济还有佛法动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入本土的色彩。我们慈济是应当地的，尊重当地的生活，那是我们要的，就是一个佛教的大爱村。社会祥和，从加比罗卫的这个王宫到我们的大爱村的这个方向哈，只有3.7公里。那这一路上让上人能够更加了解村庄的状况，能够帮助到以后我们对慈善的整个运作方面。慈济人脚踏在当地，咱伫迄个所在要起学校，咱伫迄个所在也要起义诊所，咱呢伫遐也有一个慈济联络处，伫迄个所在，遐呢就是咱慈济的起点啦。这拢是来自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但是呢是师父啦。起一念心，师父想要做，因大家人呢，只要师父讲要做，只要师父想要做，但是我甲讲，我无法度去，因就讲，阮会当去。只要师父有愿，弟子一定要使命必达，不管多苦，我们都要做，再苦我也愿意。因为上人的愿，我们一定要做到。本地人问我说：“你要留在兰比尼多久？”他知道很多外国的 NGO 来这边，可能2个月就走了。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因为上人的愿力，我跟我的孩子说，我选择死在兰比尼。有来自各州的负责人都代表哈，请上人为我们来点灯祝福。只要有心，事就不难啦。刚刚听到陈医师都在提起，为佛果尽一份力量，那就是为了报佛恩啊！我很感动，大马莲心啊，记得吗？的大马莲心，爱铺满地。我就一个心愿，我感觉讲我这世人啊，受佛因真济，那不是佛陀2000多年前啊，出生人间。发心出家去修行，修行呢，觉悟回归人间啊，来说法。那不是佛陀有安尼啦的过程啊，咱现在哪有经典好看呢？咱哪有这条佛教的道路好行呢？这因缘不可思议啦！感恩大家人，咱会当做这么真侪国家，甲这侪国家结缘啦，帮助这个国家有贫困的人，或者是有意外的灾难，咱会当及时呢去帮助，真正是是咱的福，因为呢无恁啦，我都无法度呢，无力量去造福人。有法度造福人群呢，就是因为咱大家人的力量。虽然啦，同款家己搁伫咧造福，
恁拢有分组分队啦，就安尼安排甲真好势，逐个月都去关怀吼。那新的户不断伫咧增加，也若是完成啊，逐个人开会讲吼，因的囡仔大汉啦，因徛在啦，因的家庭会当过啦，咱才有放手哦，才有甲停哦。我是感觉讲恁这当阵，唔只是敢若甲伊放手停，咱爱搁甲鼓励，因嘛会当去付出啦。凡是我们走到的地方，大家都认识慈济在推广5毛钱能救人。我觉得甘满基很有智慧，因为他说的这句话让我很感动。他说他虽然没有钱，但他有爱，还有时间可以付出。当我们要照顾这一些病患者，他就自告奋勇然后他还会做竹筒，在志工带动下，他是挨家挨户去带动竹筒推广竹筒事业他也喊出这个口号，用中文来讲，5毛钱也能救人。कि मेरे या अब इतने दूर से आया मेरा ये आप हर कहते तो मेरा घर के हम साफ नहीं कर सकते हैं। 这当阵，当着主治人啦，主治人呢，就开始甲看、甲教，就甲讲，你有福啦，你唔通阁手心向上啊！你即马爱手心向下，一个人定定生活唔免真多，你食会饱啦。你这当阵，哇！你爱去救人，手心向下，伊就开始呢，听主治人的话，讲得真有道理。头前这条路呢，伊就开始要学行啦，开始换伊呢，来去一世界甲人看啦。你一点仔钱，几角银啦，你都会当做好事啊！这就是需要菩萨人间，不只是博苦啦，阁会当甲教育啦。我们一定要非常感恩，那我们要努力，反馈让它这个可以更顺利。这个外观全部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进士堂、讲经堂的装修，还有呢学校开学要启用，还有我们的执训班，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员，不只是在县与园区内，而是要走出去，将爱送出去。那将菩萨迎回来，很感恩啦，因缘不可思议啦。总算呢，这个因缘也是应该来自于最诚意。那你们现在呢，这种沿途，而且有心，而且呢是为社会人间而付出。所以这就是你们表达的自身的诚意。想要翻转佛陀的故乡希望把正法带回佛国。那我想这个佛陀的故乡跟法莲净师精舍形同一个纬度，形同一个大指导。所以感觉到什么叫铺路铺路就是我们前面执行团队如何在铺路，让后面的人可以走，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的将来的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可以往前走。我愿意。我们回到佛陀的故乡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正法带回来。所有的寺庙跟法师们呢，都不晓得在世上还有这一本经文，
那很感恩上人要回馈佛果，回报佛恩，把无量易经再传回佛陀诞生的地方。我几年前开始发一个心愿，其实我自己是做不到，是你们帮我去做到。要如何把《法华经》回归到佛陀的故乡？《法华经》就是教菩萨法，教导菩萨法。你要启发什么样的真诚的心？今年60年啊，60年后呢，法华的精神落实伫人间。即摆恁咧做的就是法华的精神，你是身体力行，行在经上。恁已经伫遐呢，把经甲当作路伫咧铺出来，互后壁的人知影讲，我即摆咧行这条呢。就是菩萨道。台湾面多啊 ，OK， 我做一个洗礼去啊，较感动啊。OK，1、2、3。所以你若安尼定来去带动，也可以带动了当地人的正信，用真诚的真信法。这内底咧，就是教人安怎行善道、菩萨道，安怎关心人，安怎去做啦。用这个精神回馈佛陀的故乡，这是几年前我就一直期待，即马已经恁做啊，就是尽师父的一良心，恁长期去行出了呢真实的菩萨道，会当教真济人。了解讲咱付出无所求，只敢若有一项利益众生。利益众生，毋是讲我拜拜就利益众生，身体力行。若无恁，我伫遮我看安怎讲理想再好，这个方法也达不到那里去。就是因为有菩萨愿意，把这精神力量传出去，恁的功不可没。家己无少辛苦，愿意付出，有法度行这条路，恁是真有福啊！我嘛真感恩啦。慈济人踏在佛陀曾走过的土地上，不仅是为了见证历史，更是为了实践佛陀遗留下来的慈悲与智慧。从一间间的大爱屋到孩子们身上的新制服，我们看见的是2500多年后，佛法再次以大爱的形式在蓝毗尼扎根，让人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那一颗菩提种子，在苦难处落地生根。当我们学会回报佛恩，回馈众生，我们的慧命也将与这片苦难之地一同净化本心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正言上人那履足迹，我们下周见。